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用中文录一个视频了，开心轻松。最近刚刚开通了 B 站嘛，所以今后也会多用中文录视频，油管上以英文为主的视频也不会落下啊。对不太了解我的朋友，我是 Zoe， 中国广西人，目前在法国和德国读社会学博士。我的研究项目需要经常在2个国家之间跑，博士学位到时候拿的也是2个大学的学位。目前呢，也是在大学做全职的助教工作，其实就是替导师上课，说多了都是泪。我的副业呢是油管的一名多语言博主，也算是学习博主吧，现在也是 B 站的 UP 主啦。在油管已经快1年半的时间，积累了大概30多万的粉丝，各个国家的都有。我在油管经常用不同的语言做视频、做 vlog， 目前可以流利的说7门语言，汉语呢是我的母语。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是我学术工作上主要用到的语言，因为我做的是和中东地区有关的研究，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，所以还顺便学了土耳其语和波斯语。其实开通 B 站的原因很简单，我在油管上经常会发详细的学习方法、资料、学习习惯的视频，很多人都留言说，哎呀，谢谢 Zoe， 真的很受启发，很有帮助，真的帮我少走了很多弯路。然后呢，我自己是中国人，也知道中国人学外语的难处，自学外语更是难上加难。其实我相信我的语言学习背景和大多数人非常的相似，我没有上过国际学校，也没有在一个国际化的成长背景中长大，其实甚至在20岁之前都没有出国的经历。在学校里学过英语，考试成绩还可以，但是就属于那种哑巴英语类型，能听得懂，但是如果你让我和老外交流，绝对1秒变哑巴。曾经对自己的口音感觉很自卑，不敢讲，很羡慕别人所谓纯正的美音啦，纯正的英音啦。后来出国后才意识到，其实你的英语口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。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之后可以专门出一个视频吐槽。以前也想过出国，还上过新东方，我现在都还记得。为了考托福和 GRE 刷题类型的那种课，跟练口语完全没有关系。然后我开始正式学第一门2外是法语，然后去了法国读了1年的语言学校。这1年我自己也学得很拼，之后考了法语的 C1 C1， 然后读社会学的硕士，然后以年级第1也拿到了博士的全额奖学金。我是在读硕士的过程中重学的英语，我当时英语全部就是法式发音、法式塑料英语，什么 festival structure， 而且也处于那种不敢开口的阶段。当时就下定决心搞英语，然后自己一点一点的积累和学习。其实重学英语这个过程是我积累自学语言方法最多的阶段，特别是练口语，这个之后可以专门出一期干货视频讲解。我真正开始对外语感兴趣，或者说真正开挂的是从学阿拉伯语开始，特别难，难到离谱的那种，就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德语、法语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，就一言难尽。我当时每天上课学习就是处于那种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的那种情况，我在学什么，但是不知道找了什么，我就特别喜欢。从学阿拉伯语开始，已经慢慢建立系统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了，因为有了学习法语和英语的经验。但是呢，阿拉伯语像我说的特别难。学阿语真的很苦，致敬每一个学习阿拉伯语的朋友。我当时断断续续自学了1年，然后硕士毕业那1年就是 gap year 去那个亚历山大上语言学校，当时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很受挫，就是你去了街上和人家讲，人家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觉得我学个10年也不可能流利的说阿拉伯语，但是事实是，只要你肯下苦功夫，只要你够拼够努力，还是可以的。2年之后，我就可以用阿语做调研、做访谈。如果你对社会学、人类学有点了解，你就知道会你研究群体的母语在学界是多么加分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每次开研讨会，别人会说啊，你访谈和调研主要的语言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用翻译？然后就会很轻描淡写说，阿拉伯语不是，是具体是叙利亚方言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各种学者和教授那种惊讶的表情。之后就开挂了嘛，学德语、波斯语、土耳其语就非常的快，而且主要都是自学了。一是因为有了经验，也有了各种系统的方法的加持，再加上在学阿语的过程中被狠狠的虐过了嘛，不棒。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，心态就特别好，特别抗打。所以我现在回想学习这么多年语言的心得首先
其实热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仅仅热爱其实是不够的，你需要有坚持做下去的那股劲儿，就日复一日重复做一件事的那股劲儿，不急于求成的那股劲儿和不轻易放弃的那股劲儿。说多语听起来是件很酷的事情啊，我会说7种语言，不啦不啦。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属于后天努力型的，就知道要吃多少苦，其实到头来都是满满的收获。所以开设我的频道初心非常的简单，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，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语言学习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，那么复杂。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我就是18线小县城很普通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，我也不是什么语言专业，没有什么国际化的背景，就是喜欢，而且只要你有心学，肯努力，是可以学好的。这个信心还是要给到大家，告诉大家有这个可能性。我呢就负责多和大家分享学习方法啦、窍门啦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。不仅仅是学习干货，其实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才是核心，才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学习效率。长期来讲，对你要学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，如何快速的学习一门新的技能真的非常重要。所以目前的想法就是陆续会把油管上的视频加上字幕搬过来，当然会发一些我和不同国家的朋友说不同语言的视频，很多学习干货的视频，比如说如何学英语、如何学法语、如何学德语、如何练习口语之类的内容。我自己的想法还是要重新录中文的视频，还要出更多针对华语学习者的内容。说干就干，不给大家画大饼啊！因为 UP 主其实不是全职做自媒体，自己也处于博士的最后1年，还要教课，同时还要再做100件事情，所以不能保证频繁的更新，希望大家谅解和耐心等待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也请评论留言我属于 B 站小白，所以很多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怎么讲？一键三连，评论、转发加关注。好的，我们在下一期的中文视频中再见，么么哒，拜。